大家好，这里是七师托马斯。那今天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世界上唯一一把的 Arco 001雪怪主题的键盘啊。那这一切的想法都来自于装备前线的信之大佬。那他利用黄铜定位板还有钛合金的特性，在键盘的表面烧制出了非常特殊的颜色和光泽，让我非常的羡慕啊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去找人烧制这些特殊的外壳，就是一句话的事。那非常可惜的是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联系工厂去帮我制作这样的外壳。作为小时候玩过《极品飞车9》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玩家，在游戏当中，只要你的想象力够，你就能够给车辆带来无穷无尽的色彩。《极品飞车9》是10年前的游戏了。把键盘交给汽车美容店的老板，让他来帮我制作一个非常炫酷的键盘外壳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吗？通过以前同事的介绍，我非常高兴地联系到了汽车美容店的老板朱哥。在确认了键盘换色可行性之后，他非常爽快地答应我，愿意帮忙改装键盘。我改装的键盘其实并不只有手头的这把 Arco 001，还有一个塔塔68。那这把键盘使用的是一种特效漆，那在强光底下会显示出一种棕色，那在暗光底下会呈现出一种紫色。那车漆当中也有很细小的颗粒，看上去也会闪闪发光。但是我对最终的结果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啊，和每一上色的键盘相比，车漆喷过的地方一定比之前更厚。为了让车漆保持光亮，在上漆之后还会给车漆的表面涂一层光油，这就让键盘的表面形成了一种油腻的光泽。其实这种光泽所有的车辆都会有，但是键盘的棱角更多，更加的锋利，油腻感就会显得更加明显。最后就是色差问题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汽车的使用环境绝大多数都是在户外，光线比较充足。而键盘正好相反，使用环境都是在室内，光线相对昏暗，因此在车上比较好看的特效漆，到了键盘上面，最终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其实不光在外形上我不够满意，在成本上我也是无法接受的。就光塔塔68这样一个小小的键盘来说，它只有一个下盖，但是材料的成本就已经超过了500块钱。因为键盘采用的是一种特效漆，价格本身就比较昂贵，而且一罐特效漆用了之后，很难有其他车辆继续使用，因此整罐特效漆都会被浪费掉。如果说我还有朱哥还有快递公司都想挣钱的话，至少还要再加价300块钱。就光这样的品质来说，它肯定是没有办法支撑起800块钱的溢价的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在做重新阳极氧化或者重新电镀的生意，但是受制于其条件，他们没有办法完美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控制每个颜色所在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是重新喷漆，我们就可以很自由的去定制键盘的颜色，甚至能够让它拥有渐变的光泽。那我重新找到了朱哥，希望能够让键盘拥有各种各样的渐变色。如果单纯的用车漆重新上色，是肯定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渐变的。车辆上之所以能够做到渐变色，靠的就是贴膜。首先大家可以知道的是，汽车贴膜的大小肯定是按照汽车的大小来设置的。那假设我要给键盘加一个从白到红的渐变色，那我只能使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去贴膜，那上面白色的部分还有下面红色的部分就等于白白浪费掉了，这成本肯定也是我难以接受的。那我这边能够想到的居中方案就是使用色块拼接了。那使用色块拼接有2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我能够大幅度的控制自己的材料成本。那使用色块拼接，我就没有必要使用昂贵的特效漆还有贴膜了。
假设我要给键盘上一个白色的喷漆，我在给键盘使用完成之后，我就可以把剩下的白色车漆用在汽修店的其他车辆上，材料的重复利用率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从事实上来看， GMK 雪怪主题的阿口001最终的材料成本还不如他打68来得高。第二个优点就是我有 GMK 雪怪作者的联系方式，在和他沟通之后，我拿到了 GMK 雪怪这套配色的正版授权。GMK 雪怪的配色方案也较为简单，也比较符合我对于色块拼接的一种期待。在上次的直播当中，有一个朋友想要和我取得联系，也想要这么搞一套，被我婉拒了。这理由呢很简单啊，这套雪怪主题的阿口001对我来说它是失败品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时间，键盘换颜色需要经过打磨、喷漆、上光油、晾晒4个步骤。雪怪键盘总共有5个颜色，就意味着键盘需要喷5遍的漆，制作周期就会被大幅度的延长。如果某一个颜色喷花了，那就前功尽弃。还有就是键盘挂点的问题，如果是给车换漆，汽修店内肯定有专业的工具来支撑其内部零件，但是对于键盘来说，喷漆的过程就像烤鸭一样，只能挂起来喷，车漆会堆积在挂点子上，形成肿块。虽然这个键盘失败了，但是我还是和朱哥结算了材料的费用，东西没有达到可以贩售的标准，以失败而告终。但是我还是非常感谢朱哥这2个月对我的帮助，还为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。我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键盘 UP 主，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情。所以如果大家有在福州有想要对车辆进行养护和维修，大家可以联系朱哥，地址在这里。如果本次视频在车辆技术上的术语有问题，也请各位大佬海涵轻喷的。这个键盘涉及到 GMK 雪怪作者的版权，因此我不会复制这个键盘，也不会出售这个键盘，会把这个键盘送出去回馈各位观众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请大家别忘了一键3连还有关注。这里是七骑士托马斯，给你一个有人情味的健全评论，让我们下次搞事情的时候再见。